昨夜探查的结果如何？有什么发现？出了惨案，徐知秋心神不宁，砸了不少东西。他的书房里头暗格倒是有不少，不过机关锁扣精妙，怕是不能用蛮力。啊，另外，西南府的杀手今晚便会赶到城中，若怕御林军太过引人注目，有些事情可以交由他们去做。多谢。何必言谢？皇上，向统领回来了，说是有要事禀告。这人倒是会挑时间，回回都是趁着吃饭找上门。啊，你吃完再去。一碗面，一碗汤，一盘青菜，谁家皇帝会吃得如此清淡？至少吃一半啊。没胃口，你吃吧。王爷，早膳觉得可还合口味？还不错。皇上特意叮嘱要煮清淡些，避开牛羊海鲜发物，怕是呀还在担忧王爷的内伤。吃好了，我去膳堂看看。晋江文学城与笑蓝山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，广播剧《帝王攻略》第5期。这次共有26位老人不幸身亡，只是尸身已经烧得如同焦炭，分辨不出谁是谁了。26，这善堂名册中不是只有25人吗？啊，先前的确是25人，只是在昨日清晨，又有一名被不孝子赶出家门的老者流落至此，尚未来得及编入名册上报官府。今早太过慌乱，便忘了这茬。人数是没错的。果然是火油的味道。这尸骨怎么看也不像是老年人的。什么时辰了？亥时3刻了。皇上，您该睡了。段王呢？王爷吃过早饭就去了膳堂，还没回来呢。还没回来。想来西南府的人也应该到了，王爷多半是事情多，耽搁了。哎呀，说曹操，曹操便到了。果然啊，我猜你还没睡，就去买了些宵夜，尝尝。大模大样上街，不怕被人看到？我自然有分寸，都是本地小吃，你尝尝看。吃完我还有事要说。何事？先说吧。膳堂中的尸体不像是老人的。全部？全部。想要将一个壮年变成老者，用几条蛊虫便能做到。若我没有看错，膳堂中的那些尸体10有8九都是年轻人遇害。皇上，属下有急事禀报。我去屏风后。进来。皇上，方才属下接到报案，说这城中有人离奇失踪。失踪？你详细说。是城里一个混混，名叫孙满。孙满只和城中一位守寡的女子颇为亲近。女子说，她约了孙满私会，谁知等了1夜也没见有人来。后头又听说膳堂失火，只当他是去看热闹了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此人可有什么体态特征？回皇上，此人是城里的泼皮，年前曾因调戏良家妇女被人打断右腿，伤愈之后，走路变成了高低脚。是个跛子。朕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你怎么看？方才话没说完，膳堂中的尸首虽然都不是真正的老人，
但有一具尸首，与其他人略有不同。只有一具？只有一具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孙满。当真有这么巧的事？哪里是巧合啊！想要无声无息凑齐26个青壮年伪装尸首换走老人，谈何容易？你这就跟我去善堂一趟。先前你说，哪具尸首与其余的不同？最左边。你就别看了，想查什么交给我便是。项烈说，孙满身形高大，30来岁，右腿有道骨伤，是个跛子。知道了。果然，骨伤已经变了形，是一道旧伤口。那除开孙满，其余25具尸首会出自何处？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。这城内乱葬岗并没有被翻动的痕迹，也没听说哪里丢了人，或是被刨了坟的。那就是从别处运来的尸体。这平日里善堂只有25人，所以凶手就只准备了25具尸体。谁知在当夜行动时才发现多了一人，情急之下，为了不出纰漏，便上街去抓，正好遇到了前去偷情私会的孙满，从而将其杀害。这里经常会有大宗货物进出，运尸体进城不算难，但26个活人想绑出城，怕是颇费周章。而且大火之后，城门戒备森严，连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。照这个推论，善堂内的老人9成9应该还藏在城里。目的呢？善堂里住着的都是老木匠，别忘了，你要找的木痴老人也是老木匠。天差教绑架如此多的老工匠，怕是蓝姬要破什么旧机关。为何偏偏要在此时动手？明知道朕在大雁城，他即便是绑了人，也很难带出去。大概是为了震慑徐之秋。你想，若是你不在这大雁城中，他便是这城内第一人，魔教未必能威胁到他什么。而如今，哪怕只出现一丝异样，他也会为之心惊胆战。蓝姬若想拉拢他，这便是最好的时机。真是可惜了徐爱卿一生忠厚，儿子却偏偏如此不争气。现在真相未明，说这些为时尚早，不如再去府衙书房看看，说不定会有发现。可是要如何才能打开那些暗格机关？我有个办法。若说制毒用蛊，西南府倒是一流，可从没听说西南王还会拆机关的。信我一回又如何？西南府的人可都是言出必行的。属下参见王爷。回来了，辛苦你了。可查到了什么？别总站着，要喝水吗？谢王爷，不必了。我们的人一整天都在各处茶馆与百姓攀谈，听上去徐知秋在城内的口碑不算坏，就算无大功，却也无大过，顶多就是风流好色而已。只有这些？还有一件事，这城里有几户人家，家里的男丁都说要去外头做大生意，已经2、3年未曾回来过了。倒是不断的托人往家里烧银票，的确赚了不少钱。邻居纷纷眼红打听，却始终问不出什么来，说闲话的也不少。大生意，连王城皇宫的翻新修补，都是交给他们去做的。还有能比这个更大、更让人眼红的生意？可要继续查下去？查。还有，回去告诉师傅和瑶儿，我怕是要过阵子才能回去。南师傅早已传了话给属下，让王爷尽管待在外头，爱浪多久浪多久，3、5年不回去再好不过，10年8年也无妨。爱浪多久浪多久。
确实是南师傅的原话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啊，对了，是爱和小皇帝在外面浪多久就浪多久。皇上可是冷了，奴才将窗户关上吧。无妨。你说这段白月西南王所说的办法会是什么？这个老奴猜不出来，不过老奴斗胆多嘴一句。你说。反正一时也想不出办法，皇上不妨让王爷试试。再者，王爷以往答应过皇上的，可不是都做到了？大人，不好了，书房里闹蚁灾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快去把木匠天宇请过来！是。草民见过大人。天宇师傅，突然打扰，多有不便，还请见谅。大人客气了，是出了什么事？的确事出紧急啊！方才下人打扫，见我这书房竟患了蚁灾。这书房中放了大雁城100年的案卷文书，若因我一人之过被毁，本官心中实在不安呐。大人莫急，让草民先查验一番。回大人，是年份久了未防虫，才会引来白蚁。幸而只是一部分暗格被损毁，顶多半月就能修补好。草民需要将这书柜的样式细细画下，以便日后修缮。哎呀，多谢师傅，师傅请便啊！来人，拿纸笔来。多谢大人。怎么喝起药了？不舒服？没什么，只是安神药，小景开的。既然没事，怎么会睡不好啊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有好办法吗？答应你的事没办好，我哪里敢回来啊？呵呵，衙门那边怎么样了？哼，我把木蠹虫撒进了暗格的缝隙中，徐知秋就以为书房闹了蚁灾，吓得脸都变了色。然后他就请了城里最好的木匠天宇去查看情况，还允许天宇画下暗格机关的图纸。哼，天宇是个细心人，在机关需要拆解的地方都做了标识。原来如此，你说的就是这个办法。那天宇可信吗？自然。就一个不想问问为何他可信吗？不想。也是，心里压的事情太多，少一件是一件。暗格当真不算少啊。有了图纸，再多也无妨。哎，你要和我一起去现场吗？暗探，很好玩的。你要一国之君亲自去暗探？想你也没去过，不妨试试。也好，全当赏景了。账册都落满了灰，应该是许久没动过了。是40余年前的州府县志，怕是前几任留下来的，应当与徐知秋无关。哪能一抓一个准？这里少说也有70、80个暗格，总要一个个找过去看完。什么虫子？爬得好快！皇上想必是没见过蟑螂啊。这下不就见过了？喂，这里是什么？纸张很新，上头画了些古怪的符号，不过看不出是什么意思。账目。
徐知秋的私账，看来这个知府大人还真不单单是好色风流一个问题。这些账目看着繁杂，我也只能记多少算多少了。你要记下来？这么多页，你要怎么记啊？用脑子，当谁都跟你一样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你若还想看，明晚再来。走吧。哎呦，皇上王爷，这是去哪儿了呀？这天都要亮了。赏景啊，赏景。哦，赏景好啊，赏景好。老奴给二位传些吃食吧，怕是也饿了。不必了，方才的那些图案需要尽快复原出来。若当真是文字，倒也有据可查。可若是徐知秋自己想出来的鬼画符，怕只有从别处下手了。有账目就必然有生意。听百姓所言，他并未私开商号。况且就算当真唯利经商，在大雁城能做的营生，也就只有木匠活。堂堂一个朝廷大员的世家公子，总不会连桌椅板凳都要偷偷去买吧？人心叵测，也难说。我一闻这个，鼻子会通气。多谢。这，你可这闻的是什么？西南特产的辣子粉，平时吃饭吃肉的时候撒上一层，那就一个爽快。出去！皇上为何生气？伴君如伴虎啊！哎，公公，你可知这客栈的厨房在哪儿？王爷是饿了吗？我这就去准备一些。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弄些宵夜兼早点。这几天吃的实在太淡了，嘴里没滋味儿。这是陛下特意嘱咐过，所以才少油少盐。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当真一夜没睡啊？不是让西南王回去好好歇着吗？抗旨啊！鼻子好了吗？账目上的那些图形之间都有规律可循，其实并不难看懂。虽说只誊抄了几页，不过单凭这几页账目上的数额，便足以证明徐知秋不仅贪，还是个大贪。这便有些说不过去了。贪也要有路子，他到底私下在做些什么勾当？居然有本事不动声色如此敛财，甚至连百姓也未觉出异样。这也正是朕想不明白的。立刻就能想明白，你便不是皇帝，而是神仙喽。得想个法子，逼徐知秋自己露出马脚。好，如此轻易便说好？答应过的事情，我自会想办法做到。不过有条件，西南府可从不吃亏。又想要什么？那要看你肯给什么。整片西南，如今可都是断网的。如果我说想要更多呢？
间，有袅袅炊烟，3、4万同房之愿。烈袖泼墨一卷，而情只深处，画中你与我比肩。写过诗句百篇，今已忘年。树儿梅花开满天，恰好这个世界，恰好的一切，黄土把夜笑谈间。此生缘风沙，地也千古未平。抬头是天，星月圆，山河如画，唐突了离别。雨落心中之前，别虚透窗沿。重逢是否能预言？半月渐离冬天，想起了思念，不急不缓这缠绵。夜半钟声遥远，困于山巅。铁甲战双人无眠，恰好风吹了烟，恰好的满园，3000情丝绕指尖。此生